行，严小庞，我记住你了。刘志文这一刻忽然觉得小庞这2个字似乎在什么地方听到过，但是他没有细想，冷冷说道：如果你在纠缠之余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他打开手机，对着普桑的车牌照拍了一张照片。这家伙已经准备动用私人关系，好好查一查这个严小庞了。按理说，以刘志文的心理素质，断然不该在几句激将后失态。可就是因为宋之瑜实在是太好看了，那明眸皓齿、一颦一笑，都在牵扯着他的心神，使得他内心深处的占有欲空前强烈。苏无忌看了看刘志文身上穿的行政夹克，道：在机关里上班。刘志文冷哼了一声，呵呵，年轻人，我有100种方法整死你。苏无忌伸出一根手指勾住墨镜，往下拉了拉，定睛看了看刘志文脑门上的创可贴，似乎是想起来什么。随后他把墨镜推了上去，笑道：行啊，我就在灵州的皇后酒吧打工，记得去找我。刘志文咬着牙：好，我一定会去的。到时候不仅是你，连带着你工作的那个酒吧都要倒霉。苏无忌直接拉起了宋之瑜的手：至于你带身份证了吗？房间我都开好呢。啊，身份证。宋之瑜慢慢瞪大眼眸，小嘴微张：我没带啊。从山里走出来的姑娘太淳朴了，哪怕她之前已经配合得很好了，这一下也差点没接住。宋校花被苏老师的骚闪到了腰，苏无忌一脸嫌弃：笨蛋，开房给要身份证啊，这点常识你不知道。刘志文冷笑，他认为宋之瑜肯定会拒绝严小庞开房的要求，没想到这姑娘却红着脸小声说道：那我回学校拿。刘志文一下子急了：宋之瑜，你要是敢去，我就敢让林大开除你，你试试。说着他伸手要拉住宋之瑜的胳膊，然而苏无忌忽然一抬手，重重一巴掌抽在了刘志文的脸上。这一下用的力气可不小，刘志文被打得耳朵嗡嗡响，往后面趔趄了好几步，随后跌坐在地。他的脸已经当场浮现出了一片五指印，眼镜都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宋之瑜看到苏无忌动手打人，并未害怕，那一双明眸反而越来越亮。苏无忌抽了一耳光之后，并未停手，反而揪起了刘志文的领子，将他提了起来，随后狠狠砸在了地上。砰！刘志文当场被摔得惨叫不已。之瑜，走开房睡觉去。苏无忌拉着宋之瑜就往车上走。哦，好。宋之瑜此刻双颊通红，就连耳垂都变得红润，那种羞涩的目光似乎要凝聚成水珠滴出来。刘志文的眼睛里闪着怨毒的光，忍着疼喊道：严小庞。上了车之后，苏无忌从后视镜里看了看刘志文，说道：我刚刚之所以动手，是因为想起来这家伙是谁了。几天前在宁海，小庞曾经把3个为难许家烟的人扔进了下水道，其中就有这个刘志文。世界真的太小了。闻言，宋之瑜的思绪一下子便被从旖旎的粉红色中拉了出来。他问道：那是谁呀？宁海某个领导的大秘。苏无忌说道：秘书都这么猖狂，那他背后的人就算是官声再好，也多半是表面的假象。苏无忌知道，这个小区的房子起码得1000万起步，这刘志文光靠工资几辈子能买得起，还能金屋藏娇，让小老婆大手大脚。宋之瑜点点头：
他刚刚在电梯里还随手塞给我2万块钱。苏无忌说道。你没要？当然没要呀。苏无忌一脸可惜。贪官的钱不要白不要，你收了再捐给天际中学不就行了？宋之瑜有些讶异。还能这样？当然呢。苏无忌咧嘴一笑。只要脸皮厚，赚钱的方法多了去了。你看那些欠债的老赖，一个个活得多滋润，只有债主才苦逼。宋之瑜的眼光越来越亮，笑眼弯弯。好，我学会了，下次就收。好好一校花，用不了多久就要被苏无忌带到沟里面去了。看着这笑容，苏无忌的心不自觉地砰砰一跳。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叫做笑眼如星辰，一笑倾人城。苏无忌咽了一口唾沫，强行收回心神，打了个电话。英磊，你和小庞不要去找苏赤烟了，我改主意了。肖英磊微笑道。老板，我已经到了，就在姑姑旁边呢。他猜到你会这么做了。而紧接着一道女人的声音在电话那端响起。无忌之余是个好孩子，你刚刚搂了他的腰，就要对他负责到底，知道了？都什么年代了，搂个腰还要负责？我刚刚就是逢场作戏，我去你在哪里？苏无忌话头止住，顿感头皮发麻。这是苏赤烟的声音。难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姑姑盯住了？他立刻把车停在路边，扭头四下看着，但是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是有个朋友正巧路过，看到了你搂之鱼了。苏赤烟笑道。这里有鬼才信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。反正你不能监视我。苏赤烟继续笑着说道。我才不监视你，只是偶尔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观察观察家族未来领军人物的候选人。苏无忌呵呵一笑。可别可别，咱们老苏家就是个破落户，落魄的凤凰不如鸡，还要选一个领军人物出来，可笑不可笑啊？这位子谁爱要谁要，反正别给我。苏赤烟话锋一转。你要对付的这个目标，家里不会干涉。苏无忌说道。这老家伙要是不惹我，我也懒得再找他麻烦。但我转念一想，他能选李尊阳和刘志文这种手下当代言人，怕是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如果没有此人的纵容，这个刘志文怎么可能嚣张到这种程度？苏赤烟说道。提醒你一声，虽然他快退休了，但绝对不是个会吃亏的人，甚至有可能会给你带来危险。苏无忌不爽。你们这些当长辈的，明明知道很多事情可能会给我带来危险，为什么不能亲自出手解决？苏赤烟说道。老爷子早就说过要锻炼苏家的孩子们，你爸这一路也是这么走过来的。苏无忌很不满。我爸是我爸，我是我富三代的日子一天都没过上，我爸凭啥要让我没苦硬吃啊？苏赤烟笑得更开心了。反正如你所言，苏家早就是破落户了，首都没几个记得咱家的。枉这些长辈要是有能力，还至于让苏家落到这样的地步？反正家族的二次崛起，得靠你们几个了。长辈们年纪大了，早就都躺平摆烂了。苏无忌冷笑。哈哈，我一个字都不屑。苏赤烟轻笑道。有时间带上只鱼来陪我喝喝茶。苏无忌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许多，嘿嘿一笑。那得加钱。苏赤烟也是心情极好。你把只鱼带来，我这边有个挺好看的镯子，到时候拿给他。怎么听起来这么别扭，好像要见家长似的？这又是我那个不靠谱的爸提出来的吧？苏无忌说道。然而电话那边传来了一道男人的声音。臭小子，
你皮痒痒了是不是？3天不打你，你就敢背地里说老子坏话，听着把之鱼带到你姑姑家。还有，我亲是吧？苏无忌瞪大了眼睛，立刻挂断了电话。宋之瑜正在副驾，扭头看着自己呢。他显然也听到了见家长的话，那一双澄澈的眼眸里似乎藏着期待、紧张，还有坦然。苏无忌觉得这眼睛里似乎有着千言万语，不能再看了，再看，自己真的挪不开眼神了。这丫头长这么好看，做什么红颜祸水啊？他心中说了一句，随后默不作声地发动了车子。车厢里沉默了几分钟，宋之瑜终于抿了抿嘴，忍不住地说道：无忌哥，你好像开错路了。苏无忌没看他，语气里满是不耐烦。哪里开错了？你对灵州能有我熟悉吗？没办法，苏无忌只能表达不耐烦，不然他真怕自己迷失在身边姑娘的星星眼里。宋之瑜的耳垂发红，双手交叠放在大腿上，微微低头，小声说道：不是回学校拿身份证吗？砰！苏无忌心神失守，普桑的车头直接倾上了前面一台紫色小米 CU7 的屁股。这台紫色小米的车主也挺漂亮的，哪怕他的脸上戴着大号墨镜，眉眼全部隐藏起来，可露出来的嘴唇和鼻梁也精致到极点，让人很容易判断出来这是个大美女。她穿着一身淡紫色的职业套裙，头发长度中等，发梢只垂到肩膀，鹅蛋脸型很标准，五官精致又大气，极其适合上镜。小米车主走下来，先是看了看自己的车屁股，发现被顶得瘪进去一块，红唇轻轻吸了一口气。这么严重？他敲了敲桑塔纳的车窗：我停在这里好端端的等红灯，你怎么开的车啊？苏无忌连忙下车道歉：嘿嘿，美女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走神了，你的损失多少我赔。这就是开破车的好处。撞了车之后，他压根没看自己的破车一眼，完全没有心疼的意思。小米车主跺了跺脚，随后看着撞击的位置，明显心疼得不得了。我排队等了7个月，昨天才刚提的车，今天就被你给撞了。苏无忌也凑上去，摸了摸那凹下去的车屁股。这车屁股真好看，又挺又翘。看到苏无忌的言语动作都有些轻佻，小米车主皱了皱眉头，他本能地觉得这个穿着像孔雀的青年好像不是在夸车，毕竟网上经常有人夸他很俏，甚至得了个外号叫俏俏姐。他一时间不确定这个桑塔纳车主有没有认出自己来，这家伙刚刚夸车屁股翘，难道真的不是在调戏他吗？两人把车子挪到路边，小米车主冷着脸说道：联系你的保险公司吧。不好意思，我没保险。苏无忌咧嘴一笑：这破车都可以卖废铁了，不值当买保险的了。小米车主眉头一皱，不爽地说道：你要赖账？显然在他的固有印象里，连给自己车子买保险都不舍得的人，出了车祸肯定要抵赖。我就是最近手头确实有点拮据，但绝对不会赖账的。苏无忌咧嘴笑道：反正你记一下我的联系方式，修了多少钱，到时候打电话给我。小米车主一听手头拮据这话，更加认为对方不可能赔钱了。其实自己有保险，也不缺钱，但心心念念的车刚刚提回来，就这么被撞了，他真的心疼得不得了。行，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。小米车主说道。苏无忌说了个号码：这个号码能加到我的微信？微信不加，我打电话给你就行。小米车主说道。
在他看来，自己的私人微信绝对不能泄露给这种流里流气的混混青年。还好这姑娘没有去手欠的搜一下微信号，不然等下看到火鸡喂锅巴的时候，还不知道得是一副什么表情。小米车主记下号码之后，拨打了一下，确认苏无忌手机响起，才挂断。毕竟这个看起来有些无赖的家伙，完全可能给个假号码。小米车主又对着撞击位置拍了几张照片，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，正准备上车的时候，眼睛忽然一亮，因为他这才看到站在普桑边上的宋之瑜。哪怕是平时生活中见惯了各种明星，这小米车主也忍不住地涌出强烈的惊艳感觉来。这女孩哪怕穿着朴素，不施粉黛，却也当得起无数的溢美之词。我的天！他走到了宋之瑜的身边。妹妹，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？宋之瑜本想跟着苏无忌一起道歉来着，却没想到小米车主居然这么讲。他立刻说道：谢谢姐姐，刚才真是不好意思。小米车主问道：你多大了，还上学吗？宋之瑜说道：快19了，在临江大学读书。小米车主继续问道：在临江大学啊，这么厉害，读什么专业呢？干什么呢？苏无忌双手插兜走了过来。问这么详细，查户口呢？这车主扭头看了苏无忌一眼，墨镜后面透着鄙视之意。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关你什么事？宋之瑜倒是凝眸看了苏无忌一眼，俏脸微红。那小米车主一看宋之瑜这表情，立刻就明白了，叹息一声，忍不住地说道：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。苏无忌这是今天第2次遇到这种事儿了。这位姐姐，你别这么评价他。宋之瑜的表情立刻认真了起来，那眼睛里甚至有着清晰的严肃之意。好，我向你道歉。这女人倒也是干脆利落地道了歉。她说道：反正女孩子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尤其是你还这么小。宋之瑜坚持替苏无忌证明他是好人。行，我们不说这个。这小米车主立刻换了个话题，他盯着宋之瑜那一张千娇百媚的俏脸问道：你有没有想进娱乐圈的打算？宋之瑜立刻摇头：我没想过。然而这女人却往宋之瑜的手里塞了一张名片：我名下有经纪公司，如果想进娱乐圈或者去电视台找一些实习的工作，记得联系我。相信我，以你的长相，只要愿意出道，一定火遍全国。说完，这女人又扭头看了一眼苏无忌，哼了一声，上车离开。宋之瑜低头看了看名片，上面只有名字和电话号码。苏无忌凑过来瞄了2眼，龙清河这名字有点耳熟，好像在哪里听过。宋之瑜直接把名片塞到了苏无忌的口袋里。无忌哥，我可不想进什么娱乐圈。苏无忌随口说道：不过你倒是可以认真考虑一下，你长得这么漂亮的脸蛋，靠脸吃饭的确是最省力的了。宋之瑜的眼睛一下子亮了。无忌哥，你也觉得我漂亮？看着他这么惊喜的模样，苏无忌有点懵逼。平时没人夸你漂亮吗？宋之瑜脱口而出：别人夸和你夸不一样。说完，他才意识到自己失言了，立刻捂了一下嘴巴，低着头，红着脸，快步回到了副驾。苏无忌看着他的背影，撇了撇嘴：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女人就是事多。陪宋之瑜吃了顿午饭，
和他坐了坐云烟湖游船，苏无忌便开着破普桑返回了临江大学。这几个小时里，宋之瑜起码被要了10次号码，而且男女都有。让苏无忌不爽的是，那些要号码的人完全无视他的存在。苏无忌摸着下巴郁闷道：我就那么平平无奇嘛，只要站在你身边，就被所有人当空气。宋之瑜抿嘴直笑：才不是呢，无忌哥是最耀眼的星星。这比喻不适合我。苏无忌扭头看了看身边的漂亮少女，看了看那璀璨如星辰的眼眸，下意识地在心中重复了一遍：最耀眼的星星，下车吧。苏无忌在意识到自己失神之后，又露出了那副不耐烦的态度。好的，无忌哥再见。宋之瑜笑着抬腿下了车。现在苏无忌的不耐烦表情已经不会让他产生任何的郁闷心情了。苏无忌看着宋之瑜的背影，又有点恍神。简单的白 T 恤和牛仔裤穿在他的身上，不仅青春靓丽，更是透出一股豆蔻与半熟所交织的味道。显然这丫头的身材也是极好的，宽松的衣物根本遮挡不住那曲线。要是换上紧身高腰还有提臀效果的牛仔裤，苏无忌觉得自己不能想了。这种将熟未熟的感觉，青涩甜美与青春温柔并存于一身，简直绝了。直到宋之瑜消失在转角，苏无忌才收回视线。他没着急走，下了车，靠在引擎盖旁，嘴巴里叼着一根烟，看着那校门上的题字，微微出神。只是他的这一台普桑和旁边停着的几台豪车相比，实在是上不得台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10几个学生走出校门，其中一个女生在路过桑塔纳的时候，定睛看了看那个穿得跟孔雀一样的男人。几秒钟后，她才不确定地问道：苏无忌。苏无忌也定睛看了看他，眼睛随之一亮。我去，卓林宇，好久不见了。这姑娘长得算是挺漂亮的了，扎着马尾辫，头上戴着茉莉花发卡，穿着一件雪纺连衣裙，面料一看就很高级，身材也是该苗条的苗条，该不瘦的地方一点不瘦，甚至这身材的曲线比同龄女孩要多了一些成熟韵味，很容易就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男孩子失去自控力。尤其是她还画着那种很有小心思的素颜妆，和其他新生那种被军训晒黑的脸庞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。这个叫卓林宇的女孩看着苏无忌，又看了看她旁边的那台桑塔纳，轻轻吸了一口气，道：没想到你专门到了林大找我，还特意穿了西装，我很感动。但是……苏无忌的烟从嘴巴里掉下来。你在说啥？卓林宇是苏无忌的中学同学，谁在少年时期没有过暗恋？看似浪荡不羁的苏小处也有过这样的时候。他从小到大也是经历过正常的学生时代的，只是由于老爸老妈总是给他请一些奇奇怪怪的老师，让他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任务，所以苏无忌上学期间总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甚至考试都经常缺考。由于总分为0，所以稳定排在最后一名。在苏无忌中学时候，全班第一始终是一个叫卓林宇的女孩。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做任何事情都会有群体性的盲从，这种盲从不限于抽烟、打群架、追求星，以及喜欢同一个女孩子。当年的卓林宇是真的很耀眼，学习好，长得又漂亮，
家世还挺好，是学校里的宠儿。高一的时候，男生一窝蜂地给他写情书，苏无忌也顺手写了一封，还持之以恒地舔了半个学期。只要到校上课，苏无忌就给卓灵雨买好早饭和卫生巾。谁家正经姑娘天天都来大姨妈啊？不过那个时候的苏无忌确实是觉得卓灵雨挺好的，谁让他当年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没见过宋之瑜呢？还没见过穆千羽、朴妍希、江晚星、肖英磊。在苏无忌也写了情书之后，其他男生暂且把对卓灵雨的情感转为了暗恋。没办法，他们打不过小苏。可从一开始，卓灵雨就对苏无忌表明了态度。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，我答应你，只要考上大学，我第一个就考虑你。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对苏无忌买的东西照单全收。卓灵雨并不知道，这些钱还是苏无忌从自己有限的生活费里省下来的。他那个不靠谱的老爸，据说从小一直在孤儿院长大，受了不少罪，所以一直坚持穷养儿子的理念。不过在高一下学期过半之后，苏无忌就几乎没来过学校了。卓灵雨一开始还不适应自己买早饭，不过他饿了几天肚子之后，早饭的空缺很快被其他男生填补上了。这姑娘倒也拎得清，高中时候居然真的没谈过恋爱。她第一年高考的时候发挥不错，基本压着首都那2所顶级高校的分数线，可她却高估了自己的水平，固执的只填报了那2所高校的热门专业，并且还不服从调剂。毫无疑问，落榜了。于是卓灵雨只能复读1年，第2年还不如第1年考得高，最终去了南大。今年他从南大考研考到了林大，就读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。卓灵雨说道：苏无忌，我之前确实对你说过，等上了大学谈恋爱的时候，第一个考虑你。可是他居然还记得当年的话。苏无忌把掉了的烟从地上捡起来，丢进旁边的垃圾桶，顺口问道：可是什么啊？我在高中毕业之后就退了所有的同学群，大部分同学跟我都失联了。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执着，一路追到了林大。苏无忌好久没被人2句话搞到晕头转向了。我这不是巧了吗？站在卓灵雨身边还有几个男生女生，看来都是他的同学。这群同学的眼光大部分都透着八卦之意，也有些人在看笑话。卓灵雨看了看那台老掉牙的桑塔纳，这是你的车吗？苏无忌笑了笑，是我的车啊，开得挺顺手的，纯代步工具。但这话落在个别学生耳中，便会觉得只有买不起好车的人才会把车就是代步工具挂在嘴边，不断强调。一个女生说道：这个年纪能靠自己买得起一台车就挺好的。苏无忌说道：可不是嘛，特别皮实。卓灵雨，你要不要上来坐一坐？好久不见了，带你兜个风。他说着乐呵呵地拍了拍车身，砰，车子的后视镜被震得掉了下来。卓灵雨的那些同学们顿时笑了起来。苏无忌也不觉得尴尬，他弯下腰从地上捡起来后视镜，又从车里找出了一卷宽胶带，开始吭哧吭哧地把后视镜缠在车门上。看他的熟练程度，显然这种事儿不是他第一次干了。同学，你下次要是带淋雨兜风的话，开一台好点的车来吧。一名女同学笑道：万一开着开着后视镜掉了，多不安全呀。苏无忌很认真地点头：
说的有道理，等我回去就把它给焊上，绝对不会再掉了。这句话又是引得一阵轻笑。卓林宇轻轻摇了摇头，看了看苏无忌的西装，又说道：这盒颜色大概不适合你，太艳了，和这台车也不太搭。苏无忌低头看了看，还行啊，我挺喜欢这搭配的。其实这也就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，要是换做别人，他高低的来上一句关你屁事。卓林宇又摇了摇头，我们俩审美的差距太大了。这位同学，你现在还读书吗？一旁的男生问道。嗨，高中就没怎么上过学了，天天瞎混，进社会好几年了。苏无忌说道。进黑社会好几年了。又有一名女同学问道。那你肯定攒了不少钱了吧？苏无忌想了想中午给姑姑苏吃烟打的那个电话，于是如实说道。现在入不敷出，还得啃啃老。其实他是真的没想在这些大学生面前装逼，经历的事情太多，早就不是争强好胜的猩猩了。甚至面对别人对他的那些恶毒的流言，苏无忌从来都懒得解释，更别提现在面对几个学生了。在当时，如果不是江浩兵和许家泽一直嚣张地纠缠不放，苏无忌压根懒得和他们起冲突。然而苏无忌这话一出，有几人又露出了微嘲的表情。其实在校生真的很难想象出进入社会之后的困难，在毕业之前，他们总觉得啃老是一件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。卓林宇摇了摇头。苏无忌，你安心工作，我觉得男人在立业之前不要考虑儿女情长，这社会经济基础真的很重要。他在心中轻轻叹了一声，自己说的也挺直白了，希望苏无忌能明白吧。苏无忌居然很认同的点点头。你说的没错啊，现在到处都是需要用钱的地方，我每天一睁眼都愁得慌。看到苏无忌在同学面前这么实诚地承认自己没钱，卓林宇又摇了摇头。凌宇，我们该走了，去我爸的公司里参观参观。一名个头高大的男生说道。咱们都是学管理的，我特地让我爸安排了公司的几个高层来跟我们座谈，分享一下管理经验。只是说完了这话，他却瞄了瞄苏无忌，唇角翘起，带着笑意。卓林宇觉得再站在这儿也尴尬，他看向老同学，声音平淡。那我们走了，苏无忌，你好好工作，脚踏实地一些。说完，卓林宇摆了摆手，转身上了那个男同学的宝马530。他甚至没开口去问苏无忌要联系方式。上了车之后，家里有公司的男同学说道。凌宇他配不上你，你是林大的高材生，他可能都没有正经工作，你们俩的差距会越拉越大的。另一名男生说道。那台破车可真有意思，早就到了报废年限了吧？车的年纪比我都大了，怎么还能开得出门？一名女同学则是说道。我倒是觉得这个大男孩挺可爱的，咱们说什么话他都附和，好像很老实的样子。整个灵州除了苏无忌自己之外，第一次有人夸他老实。回想着穿着浮夸的苏无忌，还有那台只能卖废铁的桑塔纳，卓林宇又扭头看了看校门上临江大学4个字，轻轻摇了摇头。算了，终究不是同路人。对了，说正事。开车的男生说道。今天晚饭之后，我请大家出去坐坐，就去灵州生意最火爆的皇后酒吧。说着，他从后视镜里看了看坐在后排的漂亮女孩。凌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卓林宇本科就没谈恋爱，一直待价而沽。
他看了看坐在旁边的女生，我听大家的。旁边的女生立刻在班级群里问了一下，随后说道：全票通过就去皇后酒吧。苏无忌没想到卓凌宇会出现在灵州大学，而事实上，如果不是发生了今天的偶遇，这个渣男基本上想不起来自己曾经还和这个姑娘有过交集。他晃悠悠地回到了皇后酒吧，又接到了江晚星的电话。江少校这么闲啊？你那什么绝密部门为什么能经常对外联系？苏无忌问道。江晚星一本正经地说道：我们在追查杜卡罗和国际拐卖集团一案，毕竟你是当事人，和你联系联系也是职责所在。哼，假公济私，谁不会呢？苏无忌。那让我先看看你的大腿。江晚星。不给，臭流氓。那开个视频让你看看我的。苏无忌说道。江晚星。有没有看新闻？我从来不看新闻，你直接告诉我就行了。苏无忌道。江晚星说道。分解一案开始公开审理了，网上沸沸扬扬，很多被拐卖的孩子家长想要见见你这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活菩萨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是个社恐，没法见人。苏无忌说道。他对于省厅当时把自己参与此事暴露出去非常不爽。你这个社恐就只愿意见女人。江晚星说道。上次临江卫视的主持一姐要采访你，被你拒绝了，现在很多人去他微博下面请愿，求他一定要找到你，给你做个专访，他也答应了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。这主持人的事儿怎么这么多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江晚星。你连龙清河都不知道，现在可是号称全国人气最高的女主持。苏无忌的眉毛一挑。这名字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？他把手伸到口袋里，摸出了一张只有名字和号码的名片，上面赫然写着龙清河，那台紫色小米4U7的车主。江晚星说道。他的名气很响，你肯定听说过。苏无忌。确实啊。何止是听说过，还把他那性感的车屁股给怼进去了。江晚星说完了正事，话锋忽然一转。对了，你这2天见穆千羽了吗？苏无忌。没见啊，你问这干啥？江晚星心里说了一句那就好，随后开口道。没什么，我想着你们都在灵州，距离近，见面也很容易。唉，老娘吃亏就吃亏在距离上了。苏无忌呵呵一笑，义正言辞。我也是有事业要忙的人，怎么可能天天和姑娘见面？江晚星听了稍稍放心，还加了把火。那你一定要说到做到啊。在酒吧吃了一碗肖英磊亲手煮的牛肉面，苏无忌便下了楼，开着自己那台撞瘪了车头的桑塔纳，沿着湖边公路兜风。整个云烟湖边有不少饭店、会所和夜场，此时正是客人络绎不绝的时候，哪怕已经是晚上10点钟，车子也仍旧川流不息。而这时候，一台保时捷卡宴正缓缓沿着湖边开着，想要找车位。可是好几个停车场的车位都爆满，这台卡宴沿着环湖路绕出去很远，才在一个很偏僻的角落里勉强停下车。车门打开，一个身穿浅紫色连衣裙的女人走了下来。这连衣裙极为贴身，裙摆落到大腿中段，把美好的曲线勾勒得十分清晰，成熟风韵的味道越发浓郁地透出来，尤其是后腰之下，那起伏的曲线尤为凸显。以这样的身材曲线，如果穿的是一件短一点、紧一点的包臀裙，那就真的无敌了，绝对会是夜场王炸。正是人称俏俏姐的临江卫视一姐。
龙清河。他下了车，扭头看了看远处皇后酒吧的巨大招牌，距离这里起码有2公里。停车停得这么远，早知道打车来了。龙清河无奈地关上卡宴的车门，站在车边打了个电话。他的这个电话打给的是湖滨分局的局长李洪成。李局，我到皇后附近了，你能帮我给那位见义勇为抓住分解的苏先生打个电话预约一下吗？我不做专访，就以私人的身份聊聊天就行。李洪成无奈地说道。清河啊，不是老哥我不帮你，实在是苏无忌一直都拒绝所有的采访，我私下里把他的名字告诉你，都已经是违背了他的心意了，这小子总是说自己社恐。龙清河说道。我能理解他这种想法，越是好人越是低调，如果他愿意站出来的话，今年感动华夏10大人物评选一定有他一席。李洪成说道。小苏他不在意这个，做好事不图回报的。龙清河很认真地说道。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人，所以特别想要见一见。反正苏无忌就在皇后酒吧工作，地方我已经告诉你了，至于你能不能找到他，就碰碰运气吧。李洪成说道。再强调一下，你千万不能出卖我啊。其实站在李洪成的角度，他也想让苏无忌这样的人物走出阴影，走到太阳下，澄清他身上的所有流言与误解，接受所有人的尊重与注目。所以这一次他把苏无忌的名字透露给龙清河，也是存的这个小心思。龙清河笑了起来。放心，我就装作偶遇，先交上朋友，专访的事情我先不提。挂了电话之后，龙清河自言自语，如果日后真的能做成专访，那收视率肯定要爆掉。然而这时候，一台商务车开了过来，正好停在卡宴的旁边。从上面下来了6、7个青年，他们皆是身高体壮，纹着花臂，剃着寸头，很标准的社会人的打扮。这几个家伙之前在东方离人会所当安保，后来那个会所在被苏无忌强行接收了之后，他们便都齐失了业，每天无所事事地游荡在各大酒吧，喝酒撩妹，还天天赊账。他们一下车，龙清河便嗅到了浓重的酒气。在晚饭的时候，这几人平均每人喝了半斤以上，还是一路酒驾开到了这儿。龙清河本想绕过他们，却没想到几个社会青年看到了他，皆是眼前一亮。的确，在这灯光昏暗的湖边角落，在酒精的催化作用之下，龙清河那堪比一线明星的容貌和身材，会成倍放大身体本能层面的吸引力。尤其是这些家伙本来就是游走于法律边缘的，在以往，在欺负女人方面是轻车熟路。美女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几个人将龙清河团团围住，每个人的目光都在盯着龙清河的身材曲线，肆无忌惮地打量着。龙清河的心里有点发慌，往后退了一步，冷冷说道：你们让开。这一处停车的位置太僻静了，树木长得都很高，监控根本拍不到。如果这群人对自己起了歹意，龙清河不敢往下想了。美女，别激动，交个朋友嘛。为首的那个高壮青年嘿嘿笑着道：你可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了。除了纹了花臂之外，她的脖颈之上也全是纹身，甚至连下巴上也有个小骷髅头，看起来颇为凶厉。你们让开。龙清河攥着手机道：不然我就报警了。他此刻并没有化那种平时出镜的浓妆，而是化了一种可以改变五官视觉效果的妆，看起来
只能说和原来那个大气标致的龙清河神似。不得不说，某些女生的化妆术简直堪比换头。再加上此时光线很暗，几个家伙并没有认出来眼前的省台一姐。这些混混们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好的？然而龙清河的话才刚刚说完，他的手机就被一把抢走了。报警！哈哈哈！你要是敢把警察招来，我们会纠缠你一辈子，天天上门轮了你。这句话让龙清河打了个寒颤。他本以为灵州的治安水平早就排进全国前列了，自己才刚刚给李局打完电话，可这几个人渣偏偏被自己遇上了。其实这还是因为龙清河来夜场来得太少了，要是放在10年前的灵州，喝大了然后互相给对方脑袋开瓢的社会青年比比皆是，经常第二天在医院醒来都不记得自己的小拇指是被谁剁掉的。这几人看着龙清河那翘挺的身后曲线，一个个都流口水。他们正是火力最旺的年纪，一喝了酒就特别渴望怼进某些地方里。龙哥，你先睡了这女人，然后哥几个再轮流上，行不行？要不大家一起玩，人多了才热闹啊。一起玩这美女伺候得过来吗？她身上一共才几个孔啊？周围的话越来越下流，龙清河越听越惶恐。那个为首的伦哥已经伸出手，眼看着就要拍到俏俏姐身上最俏的地方。在龙清河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之时，灵州国际机场一架从欧洲飞来的航班刚刚降落，两个老男人从头等舱走了下来，其中一人穿着休闲夹克，面色微微苍白，看起来还在病后的恢复期。而另外一个男人则是穿着黑底金线云纹的唐装，面庞有些瘦削，双鬓已白，但是看起来精神头很好，尤其是双眼非常有神。国内的空气质量比前几年真是好了很多。穿唐装的男人深呼吸了几下，随后说道：穆老二，你天天夸你的女儿好，我得去见见这丫头。他口中的穆老二正是穆千羽的父亲穆远明。我也好久没见你那个大侄子了，也不知道他跟千羽进展到哪一步了。穆远明笑道。唐装老男人把玩着大拇指上的翡翠扳指，忽然玩味地说道：咱们回来的消息先别告诉他们。穆远明立刻来了兴趣。你要暗中观察。一台劳斯莱斯幻影正等在机场门口，接上了他们，径直向云烟湖的方向驶去。啪！清脆的耳光声在夜空下响起。龙清河的反应很快，就在那几个混混的咸猪手还没碰到他屁股的时候，这位美女主持人抬手就抽了上去。那为首的青年被这一耳光抽得愣了愣，随后脸上浮现出了冷笑。敢打我还挺有个性啊。他直接拦腰将龙清河抱起来，喊道：你们在车子旁边守着，我到车里把他给办了。龙清河在拼命挣扎，可是却根本挣脱不开。他的心里面充满了绝望。这个为首的混混死死扣住龙清河的纤腰，嘿嘿冷笑：我叫卢一伦，在附近的厂子里打听打听，我什么时候对女人手下留情过？你最好别挣扎，不然划烂你的脸。这家伙也是喝多了，一张嘴就把自己的名字暴露出来。龙清河忍不住地打了个寒颤。毁容对于任何一个女人都有着巨大的威胁性。龙清河喊道：放开我，我可以给你们钱。有你这样的大美人在手里，我还要什么钱？
卢一伦大笑：“你这样的，我起码先玩1年。”这个时候，龙清河那在空中乱蹬的腿也被抓住了。那几个混混都是身强体壮，力量很大，这么一抓住龙清河的脚踝，让他完全无法动弹。甚至只要他们稍稍用一点力气，把2条腿往两边一扯，龙清河最不愿暴露的私隐位置便会彻底失守。虽然穿着安全裤，可此刻根本形不成任何安全的防护。在这些混混们的眼中，这女人实在是太漂亮了，无论是脸蛋还是挺翘的身材，简直是万里挑一，比酒精还要上头，让他们已经忍不住的要释放出来了。感觉到凉风顺着裙底吹到大腿，龙清河已经彻底慌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几个混混纷纷喊道：“小心！”难听的发动机声传来，紧接着，砰！一台破旧到只能卖废铁的桑塔纳歪歪斜斜冲过来，重重地撞在了商务车屁股上。眼前的这台2手别克商务车直接被顶出去好几米，斜着冲进了草丛里。这种时候居然发生了车祸，场面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龙清河都忘记了挣扎。操，你他妈怎么开的车？为首的卢一伦把龙清河放了下来，走上前去，狠狠踹了一脚桑塔纳的车门。给我滚下来！龙清河惊魂稍定，他看了看这撞击过来的车子，第一眼便觉得有点眼熟。他的反应也是相当快，立刻准备寻找机会离开。然而2个混混直接左右抓住他的胳膊，冷笑道：“别想趁机偷跑，在林州，不管你跑到哪里，我们都能找到你。”龙清河的一颗心又沉了下去。桑塔纳的车门打开，从驾驶座走出来了一个花孔雀一样的男人。龙清河的眼睛骤然一亮。此时桑塔纳的左边车灯仍旧是亮着的，借着车灯的光，龙清河看着车主这衣着打扮，看着这一台破车，嘴巴微张，他绝对不会认错。就是这个孔雀男，中午把他小米汽车的屁股撞瘪了，救命！龙清河立刻想要张嘴求救，然而他的话音尚未落下，就被2个混混死死捂住了嘴巴。哎呀，开车走神了，怎么就这么巧撞上了呢？苏无忌下车之后扫了扫四周，呵呵一笑。龙清河在人群后面听得心里着急，这个破理由他下午刚刚对自己用过。那个卢一伦一把揪起了他的领子：“给老子赔钱，不然捅死你！”刚刚他正在兴头上，可这突如其来的撞车差点没把他吓出什么功能性的毛病来，恨不得把眼前这个家伙扔到云烟湖里面溺死。说着，卢一伦已经掏出了一把弹簧匕首，顶在苏无忌的喉咙上。看着此景，龙清河瞪大了眼睛，惊恐的情绪不受控制的从他的眼睛里面涌出来。快跑！他想出声提醒，可是嘴巴还被死死捂着。然而哪怕被匕首顶着喉咙，苏无忌却丝毫不怕，反而一声冷笑：“卢三狗不认得爷爷是谁了？”卢一伦，外号卢三狗，泾阳人，小学没毕业就出来混社会了，曾经坐过3年牢，至于进看守所的次数更是已经数不清了。卢一伦盯着苏无忌看了看，眼睛里的狂怒渐渐褪去，惊恐开始一点点浮现出来。你！他手里的匕首慢慢松开，酒一下子全醒了。林州夜场，谁不知道这位小爷？苏无忌伸出手，哪里？于是龙清河便吃惊地看到，
刚刚还不可一世的卢一伦，居然战战兢兢地把匕首交给了孔雀男。苏无忌冷笑着说道：卢三狗，你应该听说过我最讨厌什么？这时候，一个又高又壮的混混走上来，抓着苏无忌的肩膀。你他妈的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傻逼呀？敢这么对伦哥说话？说着，他的另外一只手就要朝苏无忌的脸上抽去。在龙清河看来，双方的体型根本不成正比，苏无忌似乎处于完全的弱势。卢一伦想要制止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唰，这是匕首扎破皮肉的声响。龙清河赫然看到一把匕首正插在这个高壮的混混的脸上，刀锋从他的侧面腮帮子插了进去，从另外一侧腮帮穿了出来，匕首的刀身横贯整个口腔。这还是龙清河第一次见到这种血腥场景。可是这还只是开始。苏无忌的动作没停下，抓住匕首的把柄猛然一拧，那个匕首立刻在这混混的脸上绞出了一个血洞，牙龈和舌头全部都被绞烂了。他跪在了地上，想要发出痛吼，可是一张嘴，半截舌头和10几颗牙齿竟是直接掉了出来。苏无忌飞起一脚，正中这个家伙的脑门。这家伙看起来又高又壮，可却被这一脚踢得当空旋转了360度，随后重重摔在了地上。看这一脚的力度，这个混混起码得颅骨骨折加颈椎错位，下半辈子还能不能醒过来都是个未知数。其他几个混混也经常打架斗殴，可什么时候见过这样一刀把脸扎穿了的狠人？龙清河看着苏无忌，眼里充满了难以置信，觉得他和那个被自己嫌弃的青年完全不是一个人。看到手下的兄弟被打成了这个惨样，卢一伦连个屁都不敢放。苏无忌走到了卢一伦的面前。我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卢一伦低着头，豆大的汗水不断滴落，他的内心已经惶恐到了极点。快放人，放人！卢一伦喊道。那两个混混早就松开了龙清河的嘴巴和手臂，站在原地陷入了不知所措之中。龙清河现在从危险中脱离出来，但也不知道自己该走还是该留。事实上，苏无忌从下车之后似乎都没往他这边看上一眼。双方之间隔着7、8米，龙清河这边没法被车灯照到，光线很暗。苏无忌应该还没认出来这事件的女主人公是小米SU7的车主。苏无忌指了指桑塔纳的后备箱，踢了卢一伦一脚。你去挡开。卢一伦不知道苏无忌要干什么，只能老老实实走过去打开。在后备箱里放着棒球棍、甩棍、钢管、长刀、电锯以及20-30块砖头。谁家正常人在车里放这些东西？是按一样。苏无忌说道。卢一伦看了看那把电锯，打了个哆嗦，然后拿起了一块砖头。在这里面似乎就这砖头的杀伤力要稍微低一些。苏无忌双手插兜。行，那就用这砖头去砸你这几个兄弟的脑袋，什么时候把所有砖头都砸碎，什么时候停下。